刺杀朝廷命官，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！卢大人，卢大人，我在这里守着，你们先去捉拿凶手。好，走，快，走，快！莫兰，卢大人，卢大人，木兰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一路跟踪你前来，还是晚了一步。你做了什么？不用你管！站住！让开！站住！给我带走！走，走！是饮泉水榭的人。饮泉水榭的人怎么会在永平军府？顾宇到底犯了什么事？师姐，二师兄可有消息？我去晚了一步，他伤了朝廷命官，被永平军府的人带走了。永平军府的人，四大公子中的兰溪公子。另外，我发现一件事：永平军府和饮泉水榭的关系匪浅。饮泉水榭黑风系，永平军风兰系，只是一字之差。他们之间可是有什么联系？我早就该想到的。能够在10年之间建立起饮泉水榭的人，并不是什么普通人。闻名江湖的饮泉水榭主人，也是雍州二殿下风兰溪。这天下4大公子，雍州竟然就独占了2席。没想瞒你，只是没找到时机和你说。我知道，要不我现在也不会在这里。外面并没有人阻拦我。你来找我，是为了顾宇的事吧？顾宇杀了朝廷命官，所涉之事匪浅，这背后定有隐情，恐怕是被人利用了。所以我来找你商议。我知道你定能把事情查个明白。多谢你的信任。所以他到底是卷入了什么事情中？我慢慢跟你说清楚。事情就是这样。师父交代过，天双门之人不能碰触任何的皇室之政。顾宇为了钱，他犯了糊涂，才会有这样的结果。殿下，何事？刑部那边传来消息，顾宇在被提审之前服毒自杀了。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怎么会这样？顾宇不会自杀的。这件事，我会调查清楚。我之所以喜欢江湖，就是可以快意恩仇，不似朝堂。朝堂之上勾心斗角，其险其恶，原生江湖上的刀剑。如今卢修木被顾宇所杀，顾宇又死在了狱中，线索也就断了。现在只能找到卢修木偷考题的证据才是。可这考题密封，也是在3位监考官的监督下启封的。这卢修木又是怎么透过信封得到考题的呢？科举舞弊之事，有关雍州朝政，我本不该干涉。但是我2师弟因此而死，我必须查出真相。所以这件事，我要跟你一起调查，希望能找出幕后真凶。
那份考题可方便看一眼？这王印怎么这么浅？你若不说，我还未发现。王印所用印肉，乃是上等朱砂蜂蜜所制。就算过了些时日，也不该如此之淡才是。可这王印与窃题一事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就说明，这不是同一个考题。王印是经过父王验证的，或者这只是原来考题中的一部分。一部分。此法子为分印章，其实也不难，巧用内力就可。之前游历江湖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人在作画，他做了一幅画，拓印成了好几幅，随而提上款寄发人给卖了，既能够省时间，还能赚更多的银两。不过在拓印之时，原字迹颜色会越来越淡，仔细一看还是能够看出来。话说回来，这就是江湖上的奇巧银迹，入不了你兰溪公子的眼。原来如此，倒是多谢你了。我不过是想快点找到杀害顾宇的凶手，法子已经知道了，剩下的事情交给你了。这里也不宜久留，先走了。杀害朝廷命官的要犯，死在你刑部大狱里了。张仲阁，你该当何罪？微臣知罪，微臣已命人去查，一定找到杀人凶手。只是，昨日永平君才说卢修木涉嫌泄题一事，入夜卢大人就被人杀死在府中。虽说据被捉凶嫌供认，是卢修木因占地一事引发的仇杀，但微臣依然怀疑此案似乎和科场舞弊一事有关。孤要证据，没有证据，仅是揣测，你让孤怎么办？这大王，凤七无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起来吧。谢大王。臣拜见大王，大王千岁千岁千千岁。你来见孤，可是有所发现呢？回禀大王，臣有重大发现。说。臣发现存放的考题被人动过手脚，并非原有考题。大王，微臣在刑部这么多年，这等手法还是第一次见到啊！真是费尽了心机啊！由此可见，知道考题的，并非只有3位监考大人，而有能力、有机会窃取考题的，便只有卢修木了。大王，因此也可推测，永平君并没有因为包庇裴大人而陷害梁国公，一定是有人故布疑阵，这才误导了永平君。臣请求查封卢府，并对卢府进行搜查。允了，去吧。臣遵旨。这次还得谢谢王相相助，今日恩德，本宫记在心中，一定好好回报。王后客气，这都是臣应该做的事。经此一事，永平君的君寿，估计难保。兰溪是太过着急了，不然本宫也不会出手这么重。娘娘已经是手下留情了。娘娘，凤七吾今日进宫见了大王，请了一道王命，去搜查卢修木的府邸了。
相爷，卢修木可还留有什么证据吗？我们之间的密谋，都是在私下密会，没有什么证据。倒是什么？当时卢修木偷盗尸体，是当着臣的面烧毁的呀。但人心有别，他冒险偷题，说不定给自己留了什么后路。立刻去查看，有什么动静，立刻回禀。我这就去办。住手！请问我们犯了何罪？顾宇可是和你们一起的人？正是。凶嫌顾宇于前夜亥时刺杀禁军护卫长卢修木，在逃走途中被巡防士兵抓住，押解刑部。昨夜于刑部大牢服毒自杀。尔等与他一道，暂时就囚于院落之中，不得外出。知道了。冯月，师姐，他说的可是真的？昨日阻拦不及时，才让顾宇酿成如此大祸。只是没想到他竟然在狱中。二师兄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啊？师姐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顾宇是我们天双门的人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找到背后利用他的凶手。这些官兵都是奉命行事，不会为难我们的。你们且安心待着，剩下的交给我。是。风七无今日封了卢大人的府邸，仔细搜查了一番，好像也没搜到什么证据。此后，他便回到了自己的府邸。你且再去查查，卢修木可还有什么私宅？如果他还有什么证据的话，说不定会藏到别处。若是真有私宅，无论有没有证据，都让人毁了，这样才保险。是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春云告诉我，卢修木临死前说过木兰二字，可我在府中搜查了一圈，没有发现和木兰有关的线索。卢修木是关外人。卢修木擅长骑射，应该是游牧一族。我知道了，卢修木所说是木兰二字没错，但指的不是木兰花，而是少鹿。关外有许多民族，语言都不一样，其中有一个民族，木兰的意思就是少鹿的意思。卢修木在弥留之际想要传达出信息，情急之下，只能用家乡的语言表达。我记得水榭有一条消息，卢修木在城外有一院子，存放狩猎所用的器具。这就对了。公子，殿下，前来放火之人我们已经抓到了，这是你让我们找的东西。立刻让凤尚书带证据进宫去见父王。是。钟离，你送风姑娘回去。是。风七武已经把证据给我看了，可以证明你不存在为保裴有说而行构陷一事。今日起，不必禁足了。谢父王，卢修木城外宅院纵火之人已经被抓，相信审讯之后，便可查出幕后真凶。谢会试考题、诬陷以及谋杀朝廷重臣，乃是重罪。派人把他们押到刑部，交给张仲阁。以后的事情，
你就不用管了。怎么，还有话对姑说？父王，此事虽像是科举舞弊，但父王应该早已看出，是有人要对付儿臣。如今真相已经浮出水面，还请父王明察秋毫之末。你担心姑不公允？儿臣不敢。既然姑已经看到了证据，自然姑会放了裴友说，以及那些无辜的贡生。当然，对于构陷裴友说的那个贡生，姑一定严惩。泄题的卢修木已经死了，而杀他的凶手也死在了狱中了。姑已下令，让张仲阁查清此事，你还要姑怎么做？儿臣还请父王能够查出真凶。你记住了，真凶就是卢修木。父王，希儿，你已经是永平君了，身处君位，你不仅是姑的儿子，更是姑的臣子。作为臣子，不仅要关心自己，更应该心怀天下。事已证明，所有罪责只在卢修木一人，明白吗？父王明明知道，只要查下去，那人就一定难逃干系。可是父王还是不愿对那人动手。姑要的是大庸之稳定，大庸之团结。只有这样，在各州纷争之中，我大庸才有一线生机呀。你受这点委屈，比起大庸来说，算不得什么。下去吧。儿臣告退。如今这样，几方平衡，也可保大庸稳定，最为稳妥。先生，先生。先生，是学生错了。你既然还叫我一声先生，怎么会忘了那日我给你写的那个字呢？思翰啊，你是最适合为官的，可是你的缺点也是最多的。这个松字，我就送给你。森森如千丈之松，施之大厦，有栋梁之用啊。是学生糊涂，学生贪心他们许给我的官职，贪心仕途上所谓的坦途。直到此时，才明白先生所言，是学生错了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。大王驾到！拜见大王，大王千岁千岁千岁。你们退下，你也起来吧。
抬起头来，看着姑。你已经没有勇气看着姑了。抬起头来。妾身不是不敢看，是不想看到大王的怒容。妾身与大王夫妻20余载，不想看到大王眼里对臣妾的失望之情。你既然不想看到姑的失望之情，那还做出这种事情来，陷害姑的大臣，破坏姑的法治，甚至想谋害姑的儿子，你让姑在天下人面前怎么保你？这些罪，臣妾都认了。求求大王，看在风菊是我们亲骨肉的份上，放过他。他替大王去了帝境，这些事情他什么都不知道的。你怎么能沦落到这种地步？你以为一哥死了，兰溪就是那么好欺负的？他身上流着大东皇室的血，他是姑的嫡子。本来姑迟迟没有立他为世子，朝中已经有人在诟病了，偏偏这时候你还做出这种事情来，你让姑怎么办？这些事情臣妾都知道，但是臣妾就是不愿意见他。一见到他，我就想起一哥，想起当年和大王分离之痛。臣妾必须这么做，我要看到风兰溪惨败，我当年受的委屈才能化解。住口！荒唐！大王与臣妾本来相爱，却被一哥拆散，整整5年啊！我一面都没见上大王，这种分离之痛，相思之苦，臣妾想忘，忘不掉。那件事情，我让兰溪别查下去了。你派去烧房的人，姑也替你解决了。姑知道你心里委屈，可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，都过去了。你现在唯一要做的，就是跟姑一个心思，使我大雍上下同欲，这样才能在纷争之中有立足之地呀，明白吗？老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老臣一直在等殿下回来。老师找我有什么事？宫中之事，老臣已经听说了。如今殿下已与那百里氏是同水火，多位之事已经是离弦之箭。老臣只是想提醒一下殿下，一时得失算不得什么，一切要以大局为重。老师也想让我不做计较了吗？要想成为世子，有些委屈就不得不受。何况殿下的心不应该仅仅只是雍州吧？若殿下有此宏愿，那殿下应该知道，这条路上所要经受的还有很多，如那苏武之牧羊、韩信之屈辱，皆是为了更大的目的。再有，老臣听说那百里王后曾询问过殿下选妃的事情，为了防止她节外生枝，殿下
不如考虑一下凤栖梧姑娘吧。老师刚才也说了，我走的这条路，哪里有什么情爱？选妃的事情，再说吧。我有些倦了。殿下，老臣告退。人人都要我不计较，要为大局着想。但我之所以入局，便为的是这番计较。我的变好的差不多了。我知道，等院子解禁了，我就带你去巫山找师傅。顾宇所犯之事已经查清，与天霜门众人无关，都撤了吧。是，撤。多谢大人。事情已经查清，在狱中毒杀顾宇的凶手也已经找到。有劳大人，我那师弟的尸首可否？顾宇谋杀朝廷命官，尸首已由刑部埋入乱葬岗。明白了。永平君在蓝云楼等着姑娘。永平君，我先出去一趟，你先收拾好东西，明儿就出发去巫山。啊！好了。也不知道你这胃口怎么会这么大。你这厨艺进步很大，不错，非常好吃。不过你一个永平君，在这里做饭，不怕别人知道啊？这蓝云楼也是我的产业。不愧是黑狐狸。蓝云楼，蓝就是兰溪，云呢？不会是溪云吧？正是。真没想到，你对这个西云公主倒是一片痴心，从未见过，却如此痴情，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其实我们见过，只是那个时候年纪尚小，如今见了，恐怕也是认不出来了。见过，在哪儿？有一次在六合宴。母后，你常说要带我来看看开国奇功，要为太祖上香，可一直没能来成。如今我便自己来了，就当做是完成心愿。若是太祖活着，看到帝室与六州的关系，有何感想呢？不过老祖放心，我体内流着皇室的血。若这天下分崩，我便以一己之力重修寰宇，望太祖庇佑。你是何人？我是大皇子的伴读，你又是何人？本主的名讳岂是你能问的？拜见公主殿下。此为禁地，你身为伴读，何以来此？我听大皇子说，这里有开国君臣的画像，一时好奇，便悄悄来看。公主称此为禁地，何以也至此？本主也是好奇这殿中的画像，你要是敢去告密，本主就让皇兄砍了你的头。既然我们都是悄悄来看画像的，不如护守秘密如何？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六州之中唯一的女将，乃是青州的开国封王，史载称她风姿绰秀，也有人说她是天下第一美人。你比她差点。你既然说她是第一美人，我比她差点，那好歹也算是第二了。如今她已经离世，那我不就是第一美人了吗？我叫风息，你呢？风息，我叫西云。画也看完，
我先走了。那次一别，就再也没有见过。这蓝云楼，就是为了纪念当时的少年义气，也是为了当初的报复。你这吃的也太快了。你这人可真有意思，请人吃饭还管这么多。有勺吗？多谢。今日谢谢你了。不必这么客气。我知道你今日所做，是想帮我化解心中的郁结而已。吾婢之事虽了，但所有人都希望我放下心中委屈，顾全大局。唯有你在乎我的感受。你之前没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，一来怕我受到拘束，与你不能朋友间平等来往；二是也知晓我厌恶朝堂，更喜欢江湖的自在与无拘无束。之前我觉得你心计繁多，不过如今看来，倒觉得也是应该的。只是处于权力之争，以你的性子，想要的应该不只是雍州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不知你我还会像现在这样一般吗？不过你不一样，你还有一个身份。若是有一日呢，你真的只是黑狐狸了，那个时候我倒是还愿意跟你争一下这个白风黑息的名号。师妹病已经好了，我答应她，明日就去巫山了。一路珍重。一路珍重。走了。我身处朝堂，你该属于自由自在的江湖，还是不要将你牵涉进来为好。黑狐狸，你若只是江湖中的黑狐狸，该多好。是有些不舍吗？这有何不舍？这雍京想来便就来了。可有些人呢？我和他走的路不一样，只有及早的分开，才能避免以后的痛苦，也算是一件幸事。那分开的过程，不让人煎熬吗？所以不强求就不煎熬了。层层拨开的迷雾，你清澈，像飘然一世那苍蝇，多洒脱。
殿下，今日风姑娘离开雍京，您为何不去送送她？我长久处在勾心斗角中，见她肆意潇洒，心生羡慕。我要走的这条路，今后必定血雨腥风。既然路不相同，就不要强求。相送，便也多了牵挂。看着他追求内心所想，已经足够了。若有些事终究难以割舍，不如携手观风雨莫测。我自小离京，随父镇守边疆。回京后又忙着处理族中事务。长岭这么美的地方，竟是一次也没来过。不知殿下约我来此，所谓何事？凤尚书觉得这江山如何？自然是称得上如画二字。今日约你来此，就是想告诉你，这才是我的目的。原来殿下不仅要当雍州的王，要的更是逐鹿中原。弃吾代表凤家，愿听殿下差遣。既然你知我心，便应该也知道，这一路走来，我最不需要的就是情感，也不想因此困扰，而耽误了你。殿下与我，当真只能做君臣了吗？如果能建功立业，为百姓造福，凤大人的成就将会名垂青史，哪是一个区区君夫人之位可以比拟？眼下我无心情爱，不能辜负凤大人美意，所以我将你视为心腹。我渴求凤大人，如同周公吐哺，渴求贤臣，希愿与凤大人相扶，护佑雍州子民。殿下真能做到，对所有人皆是如此吗？科举之事，你对姑可心有怨念呢？儿臣不敢。看看这个，希儿，你自幼天资聪明，应知现在六州逐鹿，当务之急不是争强好胜。这个奏本是兵部尚书苑伯言给姑的密奏，为了加强军备，姑命苑伯言与5位将军协同，暗中积攒力量。可是，在军马储备上出了问题，这马匹离姑的要求差了整整的3成。对军马政事，你可有所了解？雍州虽多牧区，所产马匹大多是耕作之马，不具战马之能。因此这些年来，雍州的军马皆是由兵部从北方的关外购买。是啊，军马储备直接关系到我雍州战力，关系到国运盛衰啊。每年库内都拨银数万，以购买军马，可是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，故意压低购马之价，以次充好，误我雍州军力。加之北州的阻拦，军马交易就此就断了。估计的上次朝会，你曾说过，要广开商路，让商贾参与军马交易。孤愿闻其详。关外购马之事一直是由兵部操作。北方牧民这些年因为价格过低，已经不愿与我雍州达成交易。然而，除去北方牧民手中的马，
东疆之地也产烈马，且不亚于关外。城中很多商户购买的都是东疆的马，用于押送货物。儿臣认为，可以换一个方法，购买东疆的烈马。希儿，你可有信心将此事办好？儿臣愿意一试。好，孤明日便下旨，由你操办购买军马之事。是。殿下，军马一事确实是个很好的契机，若能完成，那殿下离世子之位就更进一步了。军马由兵部侍郎王明海负责，这个王明海仗着自己是王相的弟弟，把持军马商途，就连兵部尚书苑伯言也无法插手。就算殿下难开商路，交易来了马匹，只怕到了最后入库之时，这个王明海还是会从中作梗。这才是父王想让我做的。军马之事不过是个由头，父王是想让我利用此事来阻挠王相，彼此制衡。所以这事儿要分为两头。传云、传语，你们立刻通知如玉轩，让他们集结商队，前往东疆驿马。你们二人也一同前去，有任何情况，随时告知我。是。奉上说，还请助我一臂之力，在他们赶回来之前，找到王明海贪墨库银的证据。臣明白。王相突然进宫来见本宫，为的可是军马一事。正是，娘娘，您是知道的，我那不争气的弟弟一直负责军马之事，可是昨日大王突然决定让永平君来负责此事，臣担心他会借机下手，所以前来与娘娘商榷。你那弟弟要是没有把柄，怎么会怕永平君有机可乘啊？您是知道的，驿马之事本是肥差，若不是大王突然决定增强兵力，那军马本是够的。本是够的，哼！若不是大王派苑伯言去查点军马，真不知道军马少了整整3成呢。你知道大王为了这事发了多大的脾气吗？哼！你那弟弟倒聪明，推了一个看管军马的库部出来，告一个贩卖军马的罪名，就把自己盖过去了。可是永平君可不是那么好糊弄。你以为大王真的让他去买马吗？他是想趁此机会去对付你。此事关乎国体大事，本宫也帮不上忙了。娘娘，此事不是对付我，是我们。臣弟贪墨的那些个银两，有8成都送到3殿下府上。臣弟若是被查出什么，恐怕要牵连到3殿下。王相是要挟本宫吗？臣不敢，臣只是愿与娘娘与3殿下共进退。那你想怎么样？臣弟那些军马，可是被人私贩出去的，自然是要追查的。追查？难不成王相真的想查个水落石出？正是。因此需要娘娘助我。凤兰溪，除了军马的事，我再送你一份礼，让你腹背受敌。你这次又该怎么应对？大哥，娘娘那边可是答应帮忙了？自然，你小子惹出来的烂摊子，还得我给你擦屁股。不是大哥，我也没想到大王他会突然清查军马呀。让你手下的商贩立刻赶往东疆，以10银叶的价格收马，把马价抬起来。10银叶？不是，
这也太高了吧！若想抬高马价，至少得收马上百匹，那可就是好几千银叶。好几千银叶又如何？这些年你在军马交易中得到的好处还少吗？让你吐出来一点点你就心疼，我看你真是不清楚，到底是钱财重要，还是小命重要？大哥，您别生气，我这就去。母后，儿臣知错了。好大的胆子！军马的钱都敢贪慕，今天不给你教训，你是不会长记性。给我打！娘娘，打！好疼！使劲打！母后，三殿下得罪了。够了，够了！多谢母后。今晚就出京，前往东郊，找你宁王叔一趟，向他借1000匹军马。借马？陈以命人暗中对王明海展开了调查，只是军马交易涉及甚广，恐怕一时半会儿查不到有力线索。王明海就算贪慕苦银，至少也要假装做些交易，从商户查起，寻找证据。所涉商户极广，天下这次要得罪不少人。这不正是父王想要看到的吗？只有这样，他才能坐收鹬蚌相争的渔翁之利。他不愿王相独大，便让我也失去了民心。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，怎么能只求一利呢？臣明白了。哦，对了，今日我入府之时，听闻三殿下也出城去了，说是替王后去还愿了。看来此事跟我这弟弟也有牵涉。我知道了，王明海的事情继续调查。是。你带我来这雾山，莫非是要我帮你取得太阴老人的传承之物——蓝阴碧月？听说那可是本造化神功，若是你得了，说不定真能解了你的玉家诅咒。我玉家诅咒已有100年，哪有那么容易解啊？我来此地只是因为众多江湖人士被困于雾山，是来解开迷局的。至于这传承，能得便得，若得不到，也不必强求。你是带我来救人的？怎么？你瞧不起这江湖人士？江湖中人不堪重用。那你就错了。自古江湖和朝堂都是密不可分的。那些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的豪杰，大都是江湖人士。他们虽然不能助你，但若是坏你可要注意了。你现在受了皇命，若真的想一统天下，还真少不了这些江湖豪杰的支持。既然来都来了，那就依你之言。是他？凤溪姑娘，皇世子。玉公子，风姑娘也是为了太阴老人的传承而来。传闻家师进了雾山，我们是来寻他的。原来如此，如今有了风溪姑娘相助，这雾山困局可以解决了。雾山的情况你们了解多少？江湖之中有30人进入了雾山，未曾有1人离开。但是据武元所知，此迷局只是太阴老人的一种试炼，
不会有人有生命危险。只要有人突破试炼，秘诀自然会打开。太阴老人的话，应该不会作假。那就是说我爹没事儿，对不对？有太阴老人的介入，师傅他们定是平安的。凤溪姑娘，我等正准备入山寻找解决之法，你可愿意一起？自然。兰花九荣，你们随我一同去。陆石，带领弟子在此等候。是，谢谢。殿下，雾山附近的人传来消息，风姑娘已经进入了雾山，同行的还有冀州世子黄巢和玉无缘。知道了，以后他的事情就不用告诉我了。是。殿下，殿下，怎么了，德叔？殿下，娘娘传了懿旨，让您进宫。殿下，快去吧。儿臣参见母后，母后万福金安。儿臣参见母后，母后万福金安。婵儿，起来。我一直宣你进宫，你都说你病了，你的病好了吗？你这孩子，你是故意让母后生气，对不对？儿臣哪敢不进宫参见母后？明明是母后厌弃儿臣，出去礼佛这么久，从未回过儿臣一信一旨。娘不在宫中的时候，你又跟三弟吵架了，真是的，都那么大的人了，也不知道让着弟弟，吵起来还像个孩子一样。我看你根本就没有病，只是为了这么点小事就闹别扭，不进宫见娘了。傻孩子，你是娘的亲生骨肉，娘怎么会不见你呢？说起来，我们娘俩的骨头都那么倔，你负气不见娘，娘的心也是肉做的，我也会犯别扭的。让母后担心了，是儿臣的不是。还说这些，知道你没事，娘就放心了。娘总是惦记着你们兄弟两个，回头啊，娘给你们兄弟俩都挑选个媳妇，管着你们。你弟弟呢，也会懂事些的，也不会总跟你对着干了。来看娘都给你准备了些什么，坐，坐。羊血丸、灵芝草，还有你父王亲赐的人参，还有这个，还热着呢，你要趁热吃啊。娘知道你从小就好这一口。来，来，给。娘在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成亲之事就这样定下来了。娘明天就会传召七国公母女进宫，让你自个儿瞧瞧，她是不是娘说的那样国色天香。多谢母后。
语气，这是要为殿下责妃啊！科举舞弊一事，他输给了兰溪。军马一事，父王又器重兰溪。我这位好母后，终于是坐不住了。齐国公首长明平远三成，向来和兰溪不和。我若做了他的女婿，自然和兰溪水火不容。待我和兰溪斗个鱼死网破，得利的自然就是封举。他的心怎么这么狠？殿下怕是想多了。我觉得娘娘今日见你不为别的，只是为了母子情深呐。母子情深？那他给我的包子为什么都是加了虾仁的？因为他根本就不记得，我从打小碰到虾仁，就会浑身起红疹。我等了15年，就只等到这么一回。启禀玄侯，3殿下求见。叫他进来。是。拜见宁王叔。举儿，你怎么会来到东江的？王叔，是母后让我来找您借军马1000匹。借马？我这儿的军马还不够用，怎么还问我来借呢？这是母后给您的信，您一看便知。你先在这儿等着，我派人清点军马。多谢宁王叔。站住！自打见了我，你就一直沉着张脸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告诉你，要不是王后娘娘3番5次的求着我娘，我才不会嫁给个宫女生的庶子。你再说一遍。我再说一遍又怎么了？你还敢打我不成？我不怕告诉你，我爹说了，以后呢，你必须对我恭恭敬敬的，要不然，只要他按着礼部的人，你这辈子都别想登上君位。你还敢走？你要走，我就告诉王后娘娘。和七国公小姐聊得如何？我看她温柔贤惠，最适合你了。母后也觉得齐国公家的小姐温柔贤惠。年轻姑娘家肯定有点小性子的，你哄哄她就是了。难得的是她家世好，是七国公唯一的女儿。你若娶了她，戚家上下自然会照拂你的。他也说了，让我日后像菩萨一样敬着她，他爹齐国公说不定就能赏我一个君位。嘿，真是不讲礼数，一定是七国公教养惯了，才这么放肆。你放心，娘会跟七国公说的。不过像你这样的公子，如果依靠一个有力的岳家，肯定是有帮助的，这是一定的，娘就安心了。那么娘就找一个好日子，把你的婚期定下来了。母后，我与他才见过一面，说的话不过几句，就这样让我娶她，太仓促了些吧？你今日在七国公小姐那里吃了鳖，怎么就发泄在娘身上了？母后是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吗？长儿，从入宫到现在，您连一句我到底喜不喜欢他都没有问过。哼，婚配之事，
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，更何况你生在王室，有什么资格说喜欢与否？你不想想当年你父王，再怎么喜欢本宫，不也是娶了乙哥？可是如今呢？乙哥往后一走，坐在凤位上的可是您。你是长大了，胆子也越来越大了。你和七成的婚事就这么定了。你若是不同意，你跟本宫的母子之情，到今天就结束了。你自己好好想想。真是个鬼缠身，生下来就是克我的。殿下，今日宫里传来消息，大殿下进宫向王后请安，王后特意传召了齐国公的女儿弃城入宫，好像是要撮合大殿下和齐城。百里氏知道我与大哥交好，他这一步棋，是想把我仅剩的兄弟情都给拿走。军马一事，他已经感到不安了。眼下为了对付我，无所不用其极，连大哥都要利用起来了。殿下，听说大殿下离开宫的时候，似乎是负气而走。他千不该万不该，要利用大哥。别动，我们的动作会带起空气流传，动作越大，树叶的攻击就会越强。师姐，来，等我！他们二人无事，你们继续闯关吧。兰花，你快放手吧！再不放手，我们两个
我不，我不。你没事吧？你莫不是疯了？为何陪我一起坠崖？我不想看你在我眼前。与其如此，还不如陪你一起死了。真是个傻子！你干嘛？有人。